我想中国疫苗的问题之所以会兴风作浪哈，主要也是在于第一，现在需要疫苗；第二个，现在没有中国以外的疫苗，或者是不够多。如果现在有疫苗，而且又是中国以外可靠的疫苗的话，我相信这个议题根本不成为其议题啊。所以呢，我想不撇开这个政治的因素，对中国的这种种种的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个讨厌也好、接近也好，在2021年2月10号，卫福部陈时中部长在记者会就讲过嘛，就是已经跟美国莫德纳已经谈妥500万剂嘛。那这个新闻都有非常详实的记录，所以呢，我认为现在台湾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让这个交易这个构案能够落实下来了，因为你5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它的效力在美国、在世界上、在医学专业是公认，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那500万剂，如果说一个人2剂，就250万人可以打嘛。如果一个人先打个1剂，也有400-500万人可以打，因为有些重要人物可能重要的还是打2剂。那如果就以最低标准好了，说如果打2剂250万人得到保护，那一下子疫苗的施打率就超过10%了。那这个台湾面对将来疫情的挑战，像刚才董老师讲，这是一个长的过程，就更有把握了嘛。而且呢，你这个莫德纳这个顺利进口500万剂这件事情落实下来之后，接下来再跟他们继续再接洽，就像现在美国的状况是说，连大卖场好像就也有疫苗可以打，代表它的这个供应也不是那么紧张了所以接下来呢，这个一笔又一笔水到渠成，我想这个才是正道了。那至于说这个台湾的人建立起这个正常的这个充分的群体免疫之后这个时候呢，再来谈说要跟中国或任何国家再来进口疫苗啦或者是什么，我觉得相对就比较有把握也比较有那个余裕去讨论这些问题嘛。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解决的正道，不是去质疑这个中国疫苗到底好坏，还是说要进口中国疫苗的这些人到底居心为何，而是呢，应该赶快从这个全世界已经获得肯定、效果也是 OK 可靠的这些国家的这个疫苗尽可能予以获得嘛。因为现在这些东西，第一个也不是像去年的现在可能还没有产出没有产出，那谁也没有办法。那既然已经产出，而且价格来讲也有一个大概的范围了你现在以这个各国的疫苗1剂多少钱，加上合理的利润、各种成本、冷链、施打、仓储等等，我想这也是算得出来，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像这些问题就不太会有什么黑箱的弊端等等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就这些已经谈妥的部分像这个蔡总统几次的这个脸书推文也说到说这个国外的疫苗陆续到位所以我想这些东西迅速这个正常的落实那这个就让一些传闻还是一些政治上的口水自然而然消除于无形了。要不然这个没有办法落实，美国的疫苗没有办法落实，然后国产疫苗暂时未能上市，然后 AZ 疫苗这个相对来讲数量也不是很够的情况下，那如何能够这个阻止，如何能够去怪说很多人不断的想要有这个救命稻草的心态去争取中国的疫苗，这必然的因为中国的疫苗虽然说效果不是很好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好像效果这个不是很好，可是至少效果不是0嘛，也还是有4成5成的效果。如果真的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的话，我想想要这个抓取这个救命稻草这种这个病急尚且乱投医更何况是这种东西，所以这种就不可避免。所以我个人经常强调就是政府的政策这个是要创造诱因这个面对各种传闻也是一样，就是你创造一种让这些传闻不利的传闻无法存在的诱因或者是环境自然就消灭于无形。就像现在有病毒肆虐，就是要消毒要建立免疫力嘛。你责骂病毒说可恶的病毒，你为什么要存在我们人类
类社会，这没有用的啊。这点如果说有人不信这个确诊哈，也不是去责怪说你为什么不遵守防疫的规定，隔离还没有满就乱跑，还是所谓的这个行为不检等等，也是赶快把它隔离起来哈，然后这个给予适当的治疗，让它恢复健康嘛。我想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啊。所以这个政府哈，这个当然目前我们长久都知道，台湾总是有一些人哈，这个思考跟想法哈，不太一样哈，跟正常国家会有的人想法不同了。这些人存在也不是1天2天了，政府应该是尽量让这些谣言啊，或者是这些不合乎科学这个不合乎防疫、不合乎公卫的这些说法能够借由我们正确的做法、正确的政策有效的作为让他们自动消失于无形啊。我认为这点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中国的疫苗，当然中国政府其实他的态度也还是非常的模糊了，因为中国自己本身这个国民施打的比例也还没有很高了，然后他也3番2次的说，在中国的台商啊、台干啊、台生啊这些可以施打疫苗，但是这些台籍的人士在中国施打率其实也没有很高了，中国政府也没有特别的在强制证明了他自己其实也还清楚这个疫苗他自己国产的疫苗也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嘛，所以他也就如果是他自己国产疫苗这么 OK 的话，他又何必去找什么 BNT 啊这些外国厂让他国内的厂有办法代理，他也不需要这样，所以也就是说中国自己对他们的国产疫苗的信心其实也没有那么大。那这个台湾很多人呢反而急中国之急这点如果也让我觉得也是颇不可思议啊。